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店家阿博。从上赛季0-16的联盟副班长，到今年春天高居常规赛第一的常胜之师，2022年的威武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。在蓝军被制裁、战斗民族的世界杯之旅惨遭杯葛之后，威武替我们找回了竞技项目许多美好纯粹的东西。关于理想和浪漫，关于信念和激情，有老将的不坠青云，有年轻人的终极逆袭，不屈不挠，百炼成钢。5名首发队员，4人入选赛季最佳阵容，上中野3位老将构成了威武坚韧的根基。而小将 Fnatic 像突然开了窍一样，对线不输 Viper， 打团赢过 JK 辣舞，逆版本的女枪更是在危险关头横扫千军，击溃了林伟翔。这是他爆发的一个赛季。盲僧的7字回旋踢将 Gala 送入虎口，开启闪耀时刻的泽利用一次5杀完成了自己的完美谢幕。对阵 LNG 的榜首之战，卡萨远在千里之外，用一发死神飞弹抢下土龙魂，为最后的远古龙5杀加注砝码。在半年之前，他还只是一个在次级联赛沉浮的小人物，没有什么荣誉和成绩。在 LDL 里，他不是最好的一个，没有拿过冠军，甚至连决赛的地板都没有摸到过。如果没有那一句末期少年穷，如果没有那个电竞萧炎的外号，恐怕他会是职业选手里的又一个小透明。起初他的外号更像是00上将军式的茶余笑柄，可是当 Fnatic 真的如同斗破苍穹的主角一样，复仇 TS 斩落 RNG， 入选一阵登顶常规赛第一时，昔日的笑料变成了励志的新词。3年之期已到，老梗翻红。这看似水到渠成的成功，其实并没有那么轻巧。在这个天才泛滥的时代，没有多少队伍愿意花几年等你兑现天赋。在2020年夏天到2021年的3个赛季里，下放、上提、再下放的遭遇，彰显了管理层摇摆不定的心思。Fnatic 似乎很有潜力，但谁又能让世界冠军作弊上官呢？再见少年拉满弓，不惧岁月不惧风。直到2022年 Fnatic 的故事才翻开了新篇章。他跳出了 LDL， 跳出了替补，一段荡气回肠的逆袭之旅，将末期少年穷的故事真真切切地呈现在观众眼前。2020年初，刚升上 TS 1队的 Fnatic 在采访中被问到有没有喜欢的选手，短暂的思索过后，他对着镜头说：我喜欢选手JK 辣舞。那时大型综艺《阿水去哪里》还没有迎来大结局，那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3个月后自己的偶像将会取代他成为队伍的新基石。 LPL 就像一个熔炉，要在滚烫的环境中生存，除了要有一颗炙热的心，还要有异于常人的承受力和忍耐力。可1年级的 Fnatic 还不具备严苛环境下的生存能力，对线站不住，团战没输出，选出版本强势的女枪会在15分钟被维鲁斯压30刀，就连5杀厄菲琉斯的那一次，揭开伤害面板的那一刻，仿佛揭下了最后的遮羞布。虽然赢下了比赛，但他全场只打了15000的输出，比对位伊泽瑞尔少了一半，补刀更是落后了100刀。继 S9 冒泡赛 Logan 表现疲软，滔博饮恨出局之后，2022年的春天，观众们继续看着 TS 的下路被打爆，但彼时的 Fnatic 不是队伍救命的解药，一旦 Net 被按住了，那 TS 就没人能接管比赛。天才中单开始不敢操作，卡萨变成了披萨的形状，队伍的排名一度滑落到联赛第10，消极的情绪在蔓延，直到他的偶像来了。JK 辣舞登场的那一刻，队伍的风貌焕然一新，曾经凝固的空气因为开水而重新流转。卡萨找回了自己的雷达，奈特重新拥抱了美甲的窃魂卷。春季赛决赛，水手组合2打5的场面惊世骇俗，瓦尔基里的俯冲不仅点燃了观众和解说的情绪，还燃到了 TS 的休息室里，鼓掌、抱头、欢呼、起立，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兴奋，就连万年饮水机 OK 都是如此。唯独 Fnatic 的表情像是被冻结了一样。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我只觉得他们有点吵闹。
此刻的他或许还心存替补上场的侥幸，真正让他打消这个念头的，应该是在 MSC 季中杯之后。J.K. 拉武来了还不到2个月，就帮助 TS 拿到了含金量极高的队史首冠，外加一个联赛亚军。彼时的踌躇满志，在荣誉面前简直不值一提。当偶像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，世界冠军成为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，他选择了接受现实，继续在次级联赛磨砺自己。Falltech 这个单词在英语中是发光发亮的意思，看上去不像是个名字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以这个 ID 登场的时候，时刻提醒自己要努力发光发热。2020年 LDL 夏季赛开赛5连胜，他的厄菲琉斯拿到了100%的胜率，一度让人看到了统治赛场的曙光。然而之后，他迅速融入 LDL 的环境，就像一束光照进了江海。起初还有粼粼波光，然而越是远离海面，就越接近黑暗，最后被吞噬得一干二净。Hope 能将下游的 EDGY 带到季后赛4强的位置，被 ING 下放的小笼包带队闯进了 LDL 的决赛。而从 LPL 回来的 Falltech 只强势了几场，就迅速被打回了原形。在拿不到厄菲琉斯的时候，胜率不到 45%， 最后止步8强。翻阅他过往的次级联赛的履历，自2018年夏季赛加入 KOF 滔博2队以来，除了有几次5杀的闪光之外，整体并不出色。4个 LDL 赛季，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8强。你或许相信他体内蕴藏的潜力，但你又怎么能说服战队管理层让他首发呢？ TS 在 S10 的滑铁卢让 Falltech 重新回到了1队训练。训练的过程是孤独的，作为追赶者，他看不到偶像的尾灯。相比于17岁就成就世界冠军的 J.K. 拉武，18岁的他还碌碌无为，他能做的只有低头前行，奋力追赶。4个月的时间，接近1200场排位，冲到个人生涯的最高排名，韩服第2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们看到的冰山一角。当夕阳已经落下，无数个匍匐前进的夜晚，都是为了践行 Falltech 这个 ID 的意义。数据会说谎，媒体会说谎，唯有星夜兼程的努力不会辜负自己。一场比赛不打又如何？以 Falltech 为名的选手依旧在召唤师峡谷里发光发热。我们总爱夸大天赋所带来的差距，实际上刻苦是通过成功的另一条捷径。终于在2021年的夏天，再次来到 LDL 的 Falltech 找到了胜利的道路。他带领队伍拿到了19胜3负的战绩，登顶常规赛第1，创造了2队队史的最佳战绩。而他自己也入选了赛季最佳阵容，收下了常规赛击杀王的头衔。当 Falltech 打出了职业生涯的最佳表现后，机遇来敲门了。上赛季全败垫底的队伍，今年捡漏似的凑齐了5个失忆人。他们是 LCK 的弃子，是让位买断的老将，是微博求职的队魂式人物，也是名气大于实力的下路组合。随着常规赛第1的尘埃落定，5个失忆人散发出来的光芒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。水银泻地般的进攻和赏心悦目的团队配合，让其余的16支队伍心有余悸。无论是在草丛里潜伏2分钟的赫卡里姆，还是在阴影中迸射而出的魅惑妖术，无论是将单带战术执行到底的单打王，亦或是将末期少年穷完美演绎的 Falltech， 每个人都在竭尽所能地奔赴胜利。得益于其他队友的帮助， Falltech 总算能够在各种安全的位置挥洒自己的进攻天赋。他清楚自己旅途的终点远不是次级联赛，他有着星辰大海的心气，他有着少年心中的不甘。就这样，在黑暗和沉默中跟随着时间踱步，蛰伏了1年半之后，用1个赛季的经验亮相，回应了当初的质疑和嘲笑。年轻时候的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丢掉了重新站起来并为之奋斗到底的决心。人生终究是一场持久战，没有预设的起点和终点，没有不变的王者和弱者，只有不屈的意志和一颗勇敢向上的心，才能让你走得更远。2022 LPL 春季赛，威武以季军的身份结束了征程。虽然倒在了距离最终的决赛还有1步之遥的地方，但威武全员
在这个赛季付出的努力与汗水所收获的结果，已经带给了我们足够的惊喜。此时的倒下并非意味着放弃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仍有很多人不看好 Faltech， 不看好这支弃将组成的战队。不过这对于 Faltech 来说早已经是家常便饭。如果没人看好，那就逆袭到底，做自己的英雄。